我叫刘瑞，是一名读书人，虽家徒四壁，灶间烟火却暖。父母虽是粒米，却总是让我安心读书。父亲常说，读书人当心怀天下，不求荣华富贵，只为报效朝廷。但我还是希望有一天能考取功名，让他们过上好日子。爹娘，孩儿去学堂了。哎，走了。哎呀，啊，可算是走了。我在床上躺了1个时辰了。自从增加了这个烧饭的环节，瑞儿的厨艺果然见长。你说他怎么就不做点好吃的呢？他又没钱。永善吧。当今陛下勤政为民，咱们大齐这些年国泰民安，百姓丰衣足食，怎么会有这么贫穷的人家？着实令人痛心呐！事不宜迟，咱们先把东西送进去吧。天通亮，前面就是云城了。所有人加速前进。是。谁啊？哎，两位先生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哎，是不是我们家刘瑞在书院不好好读书啊？不关刘瑞的事，老夫这次前来是专门送东西的。还有这笔钱你也收下。哎，不，请问先生，这是何意呀？3年1度的科举考试在即，当今陛下为寒门学子准备了这些救济金。老夫听说刘瑞家境微寒，所以特送了这些东西过来。自己发放的救助金都救助到咱家了。你小点声。二位先生，就是我们家吧，他不需要救济。不需要？刘瑞他爹，虽说人穷不能志短，但是你看看过成什么样子了，还谈什么尊严？等回头老夫请书院的泥工瓦匠过来，给你们这儿好好的修缮修缮。哎，不，千万别，先生，你都不知道我修这破房子我花了多少精力。你说什么？哎，没事儿，我是说啊，您二位远道前来，哎，就请上寒舍吃顿便饭，如何？不必了。不，这么老远来了，来，是啊，都来了，快请，里边请，哎，里边请。粗茶淡饭不成敬意。客气了。这是……哎呀，这莫不是上好的黄花梨？这碗好像是纯金的。这是西域进贡的象牙筷子。你怎么把这些东西给拿出来了？咱们总共就3把破凳子，3个破碗。先生来了，总不能扔坐地上吧？迟早都得给我暴露。两位先生，哎，是这样的，两位先生，其实这些东西吧，就是那个什么。刘瑞他爹，没钱就没钱，何必拿这些假货充面子呢？有这闲工夫，还不如接受救济，让刘瑞改善一下读书条件。怎么可能是假的呢？不然呢？难道你想说这是真的吗？对，就是假的。哎呀，二位先生的眼力真是好啊，全是假货。快请坐。知不知道城南春景路10号怎么走？春景路10号，这不是我家吗？你们去那里干什么？少废话，知道太多可是要掉脑袋的。在那边。走，驾！不好，家里出事了。
饭我们也吃了，这银子你就收下吧。罢了，二位，我跟你们说句实话，我们家呀，不缺这个。你家什么情况？我们也看到了，还推辞什么？我们家的情况吧，连刘瑞都不一定知道。这么说吧，你们刚才看到的一切都不一定是真的。哼，小面子活受罪，千之是。哼，这不是御前大统领秦风秦大人吗？快！草民拜见秦大统领。秦大人，您怎么来这儿了？微臣参见。微臣参见。微臣。谁是刘公啊？草民拜见秦大人。本统领今日有话要问，闲杂人等统统离开。啊，是。陛下万岁！娘娘千岁！千岁！秦风，谁让你来的？这有没有跟你说过，没有紧急的事情你不要来。你来了暴露了怎么办？微臣有重要奏折呈报，若非万不得已，实在不敢叨扰陛下与皇后娘娘啊。呈上来。爹娘，你们这是？瑞儿回来了。爹娘，你们这是？瑞儿，这位是秦大人。秦大人，您要是审完了，您就带人赶紧走吧。我们这些草民在这都觉得瘆得慌。是啊，秦大人。敢问大人，我爹娘犯了何错？你要如此惩罚他们？我哪儿敢呢？哎呦，秦大人，舟车劳顿辛苦了呀！不论我爹娘做了什么，肯定都是无心之举，恳请大人网开一面啊！瑞儿，那个秦大人就是问爹娘点话，没别的事情，你回屋休息去吧。真的吗？对，我就是问他们点话，问清楚了就没事了。放心啊。桌上有饭啊！你还带人走？再让瑞儿发现了，我跟你说，奏折你还没看呢。这瑞儿回来了，这没地方看呀。谁说没地方？啊，陛下，您确定要在这儿批奏折？奏折而已，哪儿批不是批呀？是。这是参丞相的奏折。正是，王御史遗血上书，参丞相赵佶买官卖官，贪污行贿，致使官场贪墨横行，兹事体大，所以微臣才马不停蹄地赶来面圣啊。丞相辅佐朕10几年，一直兢兢业业，朕不相信他能敢干出这种事来，一定是有小人恶意诬告。还有陛下，参与此次云城科举考试的主考官是翰林学士张范张大人，您在云城时，要不要属下与他知会一声？不必。是，那陛下、皇后娘娘，微臣先行告退。快走！瑞儿啊，爹问你，你觉得我大齐国现下如何呀？大齐开国以来，一直都是国泰民安，百姓丰衣足食。只不过，就因为这几十年的太平日子，导致奢靡享乐之风屡见不鲜，欺压百姓之事更是频频发生。当今圣上对此事责无旁贷。人无完人嘛，国家这么大，那当今圣上他也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啊。爹，你又不是当今圣上，你替他开脱什么呀？假以时日，我要是入朝为官或者高中，我定要整顿吏治，还百姓一个风清气正、公平公正的大齐。说到这里，这次科举考试你有多大把握呀？爹，不瞒你说，
这次学堂3次模拟考试我都是第一。哎呀，这次科举啊，我势在必得的。真的，我儿子太厉害了，来多吃点。那还不是因为我厉害，才能有瑞儿这么聪明和孝顺的孩子，对不对？好好好，你厉害。得了吧，爹，你要是真厉害，用得着我们几十年过这种苦日子？你放心，等儿子高中了，定让你跟娘亲过上好日子。真孝顺。爹娘，我吃饱了，我先去温书了。陛下，说起来这日子过得可真够快的，咱们到这里也已经10来年了。我还记得当时，本太子要骑大马呀！好你个奴才，竟敢摔了本太子！我要砍了你的头！太子殿下饶命！太子殿下饶命啊！瑞儿，你在干什么啊？你身为太子，不好好读书也就罢了，你为什么要在这儿粗暴的苛待宫人？父皇，儿臣是太子，天下的一切都是儿臣的，儿臣当然想怎么做就怎么做。你放肆！这谁教你的？没有人教儿臣。父皇，你管得了儿臣一时，管不了一辈子。等回头，父皇你驾崩了，儿臣想怎么干就怎么干。你，瑞儿，快传太医！胡太医，太子现在如何了？启禀陛下，皇后娘娘，太子身体并无大碍，只是头部受伤严重，极有可能会失忆。你说什么？失忆？失忆好啊！失忆我们可以重新来过呀！陛下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什么意思？将来你就会明白。趁瑞儿还没有醒来，我们离开皇宫。趁瑞儿还没有醒来，我们离开皇宫。一转眼，瑞儿都长这么大了。秦3代而亡，我大齐好不容易得到天下，我定要吸取前人的教训，我要把瑞儿培养成能堪大任的太子。我，哎，所以陛下，你到底打算何时告诉瑞儿真相？她现在已大了，怕是瞒不了多久了。等这次科举考试之后，朕会找机会告诉他这一切。国不堪二，君将若之何？欲与大叔，臣请示之。这刘瑞自恃能说会道，就不把书院其他人放在眼里，关键是连先生都向着他，还说什么这次科举他肯定能高中。哼，就凭他，要我说，无论是学才还是家世，嘿嘿，皇上，您才是我们当之无愧的第一呀！这次的状元只能是您。把书还我！小爷我就是不给，你能拿我怎么着？有种你就打我呀！怎么不敢呀？来，小爷我今日找打，来！哎呀！皇上，吃西瓜。
月儿天资聪明，又十分勤勉，读书真倒是不愁。不过他的功夫，身为太子，治国理政才是要紧。学什么功夫呀？妇人之见，我大齐可是马背上得天下。他身为太子，必须得文武双全。李飞，朕之前嘱咐你教他些功夫，他练得如何呀？回陛下，经过这1年的训练，太子殿下一个人打7、8个人，绝对不在话下。要是哪个不长眼的敢欺负他，肯定没有好果子吃。你说7、8个人？您看看微臣的脸就知道了。这是瑞儿打的。微臣为了不暴露身份，只能装作小偷，日日从他面前经过，所以……李飞将军，你受苦了。等朕回宫后，封你为禁军副统领。谢陛下。哎呦！好啊你竟然敢在书院动手！我一定要把你的所作所为禀告先生。是你们先动的手，我这叫正当防卫。你要想告，请便。刘瑞，你知不知道，我父亲乃是云城知府，而我父亲的亲哥哥，也就是我的大伯父，乃是当今宰相赵齐，而你全家都靠种地为生，穷的连双像样的鞋都买不起，得罪了我，你知道是什么下场吗？看在你我同窗一场的份上，只要你愿意放弃这次的科举考试，本公子可以考虑放你一马。你有这点时间威胁我，不如去那边多看点书，免得到时候名落孙山，丢人。你，哎呀，这刘瑞敢如此轻常，无外乎是因为觉得自己必然高中。我有办法，让他连考场的门都进不去。什么办法？刘瑞，你给我等着！赵公子，听说令尊赵大人是云城地区的考官之一呀。岂止是赵大人，横少的大伯父乃是当今的丞相大人，各个地区的考卷都要汇总到丞相大人那，由他选出优秀者，送呈陛下阅览。都说了要低调，你们好端端的提这个干什么？赵公子有如此家世，又才学过人，今年的科举必然高中。待来日封官拜相，也别忘了提携提携我们呀。好说好说。瑞儿，无论考得如何，都是爹娘的骄傲。爹娘，这一次我一定会考取功名，给你们争光的。月儿没问题的。嘿嘿。我当是谁呢？青天白日之下，在这里大放厥词，原来是咱们书院的贫困户刘瑞呀！贫困户？你们有所不知啊，这个刘瑞家里穷得快揭不开锅了。前些日子呀，咱们书院先生还拿着米面油去救济他们呢。什么救济？难怪坐牛车来赶考呢。咱们好歹也是天子门生，如此粗鄙之人也能参加考试？哼，简直是有辱斯文。哟，刘瑞，这就是你爹娘吧？果然跟你一样寒酸呀！你知道的，还以为他们是乞丐呢。都说子承父业，刘瑞，我劝你赶紧回家种种地，放放牛，这才是你的老本行嘛。来，过来。我记得在大齐，工农士商都一样平等，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呢。你也是读圣贤书的，这样的道理，你怎么都不知道呢？你说什么？跟我谈公平？我耳朵没出问题吧？我劝你赶紧给我跪下，磕3个响头，本少爷可以原谅你的出言不逊。你们
上去帮帮他。哎，刘瑞，你可想清楚，这里可是贡院，你敢在这儿动手，小心取消了你的科举资格。科举做官就是为了庇护万民，如果连自己的父母都保护不了，还要任人欺辱，还做个屁的官，科个屁的举！好你个刘瑞，反了天了你！张大人到。草民拜见张大人、赵大人。大老远的听到是你的声音，不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？敢在这里争吵？爹，不是儿子故意与人争执，而是有人出言羞辱儿子，还动手打儿子。爹，你要为我做主呀！谁啊？这么大胆子？就是他！就是他！这人怎么长得这么眼熟？时辰已到，所有考生准备入场。仔细身子。哎，走吧，快进，快点！好险，好险！爹娘，我进去了。快去吧。诸位学子，再过半炷香的时间，科举考试将正式开始。凡发现夹带经文、请人代考、贿赂考官者，一律严肃处理。大人，这是小的刚刚搜到的。好啊！贡院重点，竟敢夹带经文作弊，你可知罪？你可知罪？回大人，草民并没有夹带任何东西，还请大人明察。哼，这小抄就是从你身上搜出的，不是你的还会是谁的？大人，草民要真想夹带舞弊，那可私藏在更隐蔽的地方，怎么可能堂而皇之放进书箱啊？还请大人明察。大人，我可以证明。证明什么？我与刘瑞乃是同窗，昨日我亲眼看见他偷偷摸摸在一张纸上写着什么，今日一见才知，竟然是作弊用的小抄。我们也看见了。你们够了！人证物证俱在，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大人，草民冤枉，恳请大人明察。张大人，您是主考官，这夹带经文该如何处置啊？人，我想去狠狠的打，再带上枷锁游街。从今以后，都不许再参加科举考试。草民冤枉，草民冤枉！算算时辰，也差不多要开始了，也不知道今年的题难不难。哎呀，放心吧，月儿肯定没问题的。刚才那考生胆子挺大的，张大人亲自坐镇，竟敢夹带经文作弊，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听说他家里穷得很，为了能高中，什么歪门邪道他想不出来。他现在可惨了，不仅要挨一顿打，带上枷锁游街示众，以后连参加科举的资格都被取消了。哎，对了，他叫什么来？哎，刘瑞。是瑞儿。
我先进去。让我进去！大胆刁民，贡院种地，岂敢乱闯！还不赶紧滚！让我进去！走开！哇！不好，快追！我问你最后一遍，你认不认罪？草民，无罪。打到他认罪为止。住手！住手！哎，瑞儿，你没事吧？爹，我没有作弊。瑞儿，爹相信你。你是何人，胆敢擅闯贡院？张大人，此人乃是刘瑞的爹，就是个种地的。刚才在贡院外大放厥词，羞辱我们这些读书人。有这种爹，他刘瑞作弊一点也不奇怪。没错，你就是作弊了。瑞儿，放心，爹一定还你一个公道。张大人，草民愿以人格担保，刘瑞绝不可能作弊，还请大人明察。哼，人格？你这种卑贱之人何来人格？你擅闯贡院，还不跪下认罪？恕草民不能下跪。张大人，此人藐视本官就算了，你可是陛下钦点的主考官，这事儿要是传出去，怕是……死党刁民！今日本官就连同你一起打，到底看看你到底是跪还是不跪！给我打！张大人，你若打了草民，后果你承担不起。哼，我承担不起。好啊，我倒要看看，本官今日就亲自动手，我倒要看看我承不承担得起。张帆，微臣，张帆，朕在云城微服，身份暂时还不可暴露。陛下，刘瑞就是太子殿下。正是。哎呀，无妨，不知者无罪，朕可以饶恕你刚才的僭越之罪。等下朕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。张大人，不必动武啊！张大人，这两个刁民大闹贡院，要卑职说，直接乱棍打死，方能以儆效尤。闭口！大人，你为何打下官？陛下重视人才，所以才有这3年1届的科举考试。能来到这里的，那都是寒窗苦读的学子，岂能仅凭一场小抄就断定别人作弊，断人前途？再说，你看这位公子，相堂堂，气宇轩昂，一表人才，绝对不可能是作弊之人了。这张大人是不是失心疯了？怎么突然向着他们？张大人，这小抄从刘月的身上搜出来的时候，大伙都看着呢。倘若如此还不定罪，恐怕难以服众啊！没错，没错。东西虽然在他身上，但也不能断定就是他。保不齐有人陷害栽赃，请大人明察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命令张大人？滚开！按他说的做。大人，草民知道谁是凶手。草民知道谁是凶手。所以凶手是谁？大人，那小抄可否让草民一管？给你，你难道是想毁灭证据？拿出来。给。大人您看，这纸条上所说与草民的笔迹完全不一样。
确实不一样。草民出门前检查过书箱，里面断然没有此物，一定是今天前往考场时被别人不知情塞进去的。而这凶手定在考场里。竟然有人会这样害人！可这这么多学子，这凶手会是谁呢？让他们每人抄写一遍小抄，校对笔记即可。好，开始吧。你放心，小唐是我们俩用左手写的，刚才用的是右手，他绝对发现不了。还算你聪明。这下官按照你所说，校对了每个人的笔记，可是并无雷同。大人，凶手已经找到了。凶手是谁？就是他们。啊！就是他们。啊！你凭什么说是我们两个？我们的字迹和小抄上的根本就不一样。虽然我们之前有什么过节，但你也不能这么冤枉我们呐！刘瑞，你蓄意诬陷他人，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罪？刚才我让你们抄小抄，其实并非为了核对笔记。哦，那是所谓何事？回大人，真正要核对的是这书写的内容。我可以断定，这个人的平时心思不在学习之上，而他这抄写上也少了这2个字，凭此就可以断定，凶手就是他们。好啊，原来是你们两个！来人！饶命啊！大人饶命！饶命啊！大人饶命啊！把他们给我拖出去，永不得踏入贡院半步。来，走！饶命！大人饶命啊！大人饶命啊！瑞啊，你真不愧是爹的好儿子，看来以后你可以自证清白了。爹，今天的事多亏了你。不过儿子有一事不明，为何刚才张大人看见爹的样貌后，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，甚至之后还那么帮我们？爹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在瞒着我？其实爹，爹以前是张大人的教夫啊！不，哎，对，爹，可是张大人这是第一次来云城，你怎么可能是他？那会儿哪有你啊，傻孩子！当年我在张大人府上做教夫，所以张大人现在才愿意帮我们，是吧，张大人？对，你爹那驾驶的技术啊，特别好，你都不知道他离开的这些年，我有多想他呀！哎呀，我也好想念你啊，张大人。真的是这样吗？我为什么？瑞啊，考员们、学员们都已经进去考试了，你也得抓紧时间，别耽误了正事儿。快！好，快进去吧。陛下，下官演的不错吧？不错。等朕回宫啊，一定重重赏你。多谢陛下。逆子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为什么不提前知会我一声？今天真让人知道是你主使的，你这一辈子就完了。爹，刘瑞那小子他欺人太甚，儿子实在咽不下这口气，这才会出此下策。本来我已经做到滴水不漏了，可是没想到他运气这么好。他那个卑贱的爹给张大人做过什么教夫？算了，不说这些了。你是咱们赵家唯一的男丁，全族都对你寄予厚望。你跟我说一句实话，这状元之位你有把握吗？本来是有把握的，可是刘瑞他的学识的确是在我之上，所以今日我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。我就是想高中状元，好给我们赵家争功啊，爹！区区寒门学子也配跟你争状元之位？
大伯父，大伯父，大哥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来云城啊？我来当然是为了这次科举考试。你刚才说一个区区寒门妄想跟你争状元之位，有大伯父我在，金科状元只能是你的。多谢大伯父。对了，大伯父，那个寒门学子，他几次三番羞辱于我，甚至藐视您和我们赵家，能否请您？他叫什么？刘瑞。此人怎么和太子一个名字？如此狂妄之辈，怎能高中入朝为师？这件事包在我身上，我定叫他名落孙山。刘瑞啊，刘瑞，你不是自负读书好吗？放榜的那一日，有你哭的时候。瑞儿睡了吗？睡了。可以开始了吗？开始。您确定要在这儿开始吗？开始！我也是没办法，瑞儿现在怀疑朕的身份了，连朱雀现在都不安全了。行了行了，不说这些了，快把这次科举考试的结果给我看看。啊，陛下，这是本次翰林院选的重榜名单，请您过目。这上面为何没有瑞儿的名字？难道说瑞儿没有考上？不可能，瑞儿的才学，朕心里清楚，即使没有进3甲，进士之位还是没问题的，绝对不会榜上无名。启风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陛下，本次科举考试都是由主考官统一评分，再由丞相复核决定，应该不会出什么错。不过为了以防万一，微臣将前3甲与太子殿下的考卷全部带了过来，请陛下过目。瑞儿是不是因为那天受伤的原因，所以没有发挥好？恰恰相反，瑞儿答得极好，绝对称得上状元之笔。那他为何没有高中？朕也想知道啊！难道说瑞儿得罪了什么人？而且对方能力通天呢？瑞儿的名字，他不想让他出现在这儿。赵景衡，朕记得这个。赵景衡的父亲是云城知府赵温，他大伯就是当朝宰相赵齐。正是。看来真是错怪王御史了。笔墨伺候。秦风，切记，这里面的内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，以免那些不轨之人从中作梗。是。爹，娘。爹，爹，娘，不好，瑞儿醒了。陛下，青铜岭从那么高摔下去，不会有问题吧？哎呀，你别管他了，他筋骨好得很。你先想想咱们俩怎么糊弄过去的。爹娘，这么晚了，你们在屋顶上干什么呀？我和你娘看星星呢。可是今天晴空万里，也没有星星啊。哎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星星不在天上，在心里。哎呀，这叫夫妻情趣。月啊，等你以后娶妻，自然就明白了。哦，哎，对了，刚刚你们有没有听到有什么声音？好像是谁的惨叫声。瑞儿，你不是最近读书读傻了吧？这夜深人静的，哪有什么惨叫声呀？是，哪有什么惨叫声？哎，瑞啊，明天咱们可要去京城去看榜啊，你得早点回去休息啊。爹娘，你们看完星星也早点回去休息啊。哎，好。
这儿不会发现了吧？问题不大。不过此地不宜久留，快撤吧。屋顶这么高，咱们怎么下去啊？哎，有朕在，怕什么？嘿，房顶这么高，他们又没有梯子，是怎么上去的？爹竟然还有这么好的武功，他到底是什么身份？恭喜恭喜！结果真是这次能不能上榜啊？可一定要上榜！我盼了这么久啊，终于等到了今天呐！也不知道谁能够高中啊！哎，我听说这次新科状元的试卷赢得了当今陛下的青睐。哎呀，他的前途绝对不容小觑啊！哎，一会儿啊，咱们可得好好结识这位新科状元。这还用问？这次科举考试的状元，非我家少爷莫属。你家状元是谁啊？哎，我想起来了，他就是来自云城的赵景恒赵公子，是当今丞相的侄子。看他呀，高中的可非常大。哦，哎呀，赵公子啊，原来是。失敬。在下也认为状元之位非赵公子您莫属。哟，柳瑞，你竟然也来了。哟，柳瑞，你竟然也来了。从云城到京城花了不少路费吧？你大老远跑过来，该不会以为自己会高中吧？这谁呀？穿的一身穷酸样。他呀，是我们云城出了名的寒门子弟，父母都是种地的。考试那天还因为一次作弊，差点被打了个半死。现在恐怕笔都拿不稳了吧？什么？寒门？还差点被打个半死？这个不可能高中。没错。这个赵景恒几次三番羞辱瑞儿，着实可恶。哎，这事交给我，你在这等着。本少爷劝你一句，还是尽早滚回家去，少在这里丢人现眼。瑞儿，月啊，你要相信你自己。况且，狗可以咬人，但咱们可不能咬狗啊！啊，你说谁是狗？这里狂吠的好像除了你，没有别人吧？你个老废物！上次你运气好，有张大人在，让你侥幸躲过了一劫。这次你敢羞辱本状元，信不信我让你死得很难看？什么状元？尚未放榜，哪来的状元？你哪来的脸自称为状元？没错，榜未出，乾坤未定，你凭什么肯定自己能高中？哼，凭什么？我大伯父可是亲口告诉我。说谁？你刚才说谁？凭什么？我大伯父可是亲口告诉我的。说谁？你刚才说谁？本少爷就是知道，而且十分肯定。至于我怎么知道，你们管不着。看来科举的结果果然是丞相的杰作。口说无凭，一切要等皇榜出来，自然见分晓。哼，不知死活！既然你不相信，还这么自信，那不妨我们打个赌。你想怎么赌？等皇榜出来了，如果你没在榜单上，你就从我的灯底下钻过去。太丢人了，丢人了！如果你金榜题名，哪怕是最末尾的进士，我都会当着所有人的面给你跪下，磕3个响头，
真有这么可算个小头？这样，哎呀，这样不好吧？都是读书人嘛，别动不动钻个裤裆，有什么跪下的，这样仰视斯文。我爹说的对，赵景恒，我凭什么跟你赌？什么狗屁的有辱斯文！我看你们就是怕了，连打个赌都不敢，还敢说自己高中，怕不是来搞笑的吧？没错，一点错都没有，不敢。好，一会儿等榜单下来，你可千万别后悔啊！本公子若是后悔的话，那从今往后我的名字就倒过来写。快看，放榜了！哎呀，计时已到，放榜。中没中？中没中啊？现在公布的是进士者名单，快找！本次科举高中进士者共计100人。快瞅瞅，快瞅瞅，90名！恭喜长兄，我也中了，3年了，你看中了，那个是我名字，我怎么跟我爹交代？我腿打断了。刘坠，你输了，这榜单上根本就没有你的名字。我早就说过了，像你这种穷酸之人呢，根本不可能高中。怎么样，被我说中了吧？怎么会？哎，月儿，别着急啊，这只是进士名单，3甲的还没出呢。你说什么？我耳朵没听错吧？进士他都考不上，你还指望他能考上3甲呢？告诉你，根本不可能。就是，痴人说梦。不妨实话告诉你，我大伯父乃是当朝丞相，拥有这次科举考试的决策权，是他亲自指定我为状元，而我则亲口告诉他，把你从榜单上划下去。怎么样？是不是很恨我呢？赵继和，你卑鄙无耻！没错，没事，我是卑鄙，是无耻，可哪有怎么样呢？胜负已分，你已经输了。想打我呀？也不掂量掂量，动手打新科状元的下场。他真是新科状元？这是怎么？来吧，现在就给我从这里钻过去，否则看我怎么好好收拾你！钻过去！好，你不想钻也可以，那就让你这个废物的爹替你钻。赵继恒，这是我跟你的事，与我爹无关。哎呦，打人了！赵继恒，快看，又放榜了，这次是3甲的名单。等看完榜了，我再好好的收拾你。快看，前3甲了！现在公布的是前3甲名单，看看到底是谁。快看，前3甲了！现在公布的是前3甲名单，中了！快看，今年的新科状元是刘瑞！哎呀，瑞儿，太棒了，你真的中了！哎呀，怎么会这样？恭喜刘兄！恭喜刘兄，好本事，一举拿下了状元之位，以后还多关照我们啊！刚才还有人在这里大言不惭，说自己是状元，我当时就在想，怎么会有人提前知道？原来是在吹牛啊！我们差点被骗了。没错，我没有吹牛，我才是状元，
这榜单一定是假的。是不是你？赵金恒，这可是皇榜，你说这榜是假的，什么是真的？就是呀，就是。你输了，按照约定，请吧。你输了，按照约定，请吧。刘瑞，你就是一个卑贱之人，也配让我给你下跪？做梦吧你！哼！哎，赵公子，你去哪儿啊？刚才很厉害呀，顶撞状元郎。明明你立下了赌约，输了还不履行，这世上怎么会有他这种厚颜无耻的人呢？你还连累了我们，得罪了状元郎，给我回来吧你！磕头！该心软的时候不要心软。说得好！哎呀，这就是下场！哎，真狼狈啊！哎呀！好！刘瑞，你高中状元又如何？不过就是为官罢了。咱们走着瞧。传新科状元榜眼探花觐见。微臣参见陛下。吾皇万岁万岁！平身吧。谢陛下。朕近来身体不适，故而才会戴此面具，不要奇怪。是微臣僭越了，陛下恕罪。陛下声音和爹的这么像。刘瑞，朕看过你科举考试的题目和内容，觉得你是一个有抱负、有理想的青年才俊，所以朕任命你为翰林院侍诏。这翰林院侍诏不是区区九品官职吗？这刘瑞可是新科状元，陛下怎么能就给他这样的官职？要我说，这状元郎肯定是出身寒门，能进翰林院已经是他的造化。官职虽然不高，朕认为这种地方才应该是青年人去锻炼的地方。你可有异议？微臣没有异议，谢主隆恩。时候不早了，退下吧。吾皇万岁万岁！你们都退下吧。陛下，你可真厉害，当着瑞儿的面都能如此镇定自若。要是臣妾，肯定吓都吓死了。皇后，朕刚才一点都不紧张。来，扶朕起来。陛下起来呀！哎呦！哎呦！皇后，你轻点。亏臣妾还夸你，我瞅着你还不如臣妾我呢。我这不是怕瑞儿发现了。不过陛下，你之前早说过，等科举结束就告诉瑞儿真相。可如今你不但什么都没说，你还给他封了一个九品芝麻小官。你是嫌他吃的苦还不够多吗？这是朕的一番苦心啊！你也看到了，连科举这么大的事情都有人在背后操弄。哎，这大齐国表面国泰民安，私底下都已经烂到根儿里了。可这跟瑞儿当官有什么关系啊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只有在那个位置上，才能看到皇宫里看不到的一切。陛下，你大道理多，臣妾也说不过你。可瑞儿都老大不小了，寻常人家的儿子到了这个年纪，早就娶妻生子，倒是他还要在宫外继续过苦日子。行了，皇后，行。哎，对了，
安国公的孙女，正值妙龄。等会儿朕下一道圣旨，把她赐婚给瑞儿。等瑞儿回宫时，她便是太子妃，甚至是将来的皇后。这下你满意了吧？臣妾多谢陛下。轻点儿，轻点儿。行了，不早了，快，咱们把衣服换了出宫，免得让瑞儿发现。大伯父，你要为侄儿做主啊！昨日放榜，那刘瑞高中状元之后，不仅出言羞辱侄儿，还让我当众下跪。若日后他飞黄腾达了，我们赵家可就没好日子了呀！岂有此理！大哥，你之前明明定了景恒为状元，可现在怎么变成刘瑞了？陛下在宫中养病10余，只有要紧的朝政才会过问。说来也怪，这次科举考试，他竟然如此上心，心血来潮，居然翻阅了全部的考卷。那个刘瑞文章写的也确实的好，这才入了陛下的眼。这个刘瑞，他怎么每一次运气都这么好？大哥，陛下不会是怀疑什么了吧？应该不会。若陛下存疑，早就宣我入宫问话。你们2个也不用过于担心，这个刘瑞出身微寒，背后没有士族门阀撑腰，陛下只不过册封了他一个小小的翰林院待诏罢了，而我已为你谋得了翰林院编修一职。多谢大伯父。少爷，你可真厉害，这翰林院编修比刘瑞的官职整整大2个等级，这下还得看你眼色行事了。状元郎又如何？还不是本公子的手下败将。我沈云贵为国公府的嫡女，身份如此高贵，竟然要嫁给区区一个9品芝麻官，简直是笑话。小姐，那刘瑞好歹也是新科状元，又是当今陛下亲自赐婚，您就少说2句吧。过几日就是您的及笄之礼了，不如多想点开心的。走吧。沈云，前面那个是不是安国公府的嫡女沈云沈小姐？我听说陛下把她许配给刘瑞。哦，就是她。安国公连续辅仁3任，其地位在大齐也非同一般。这沈小姐哪怕配当今太子都可以，怎么会赐给刘瑞这种寒门？也不知道陛下怎么想的。还能怎么想的？无外乎给他封个9品官，怕他心中不服，所以就用赐婚来安抚他。你说，如果我抢了刘瑞那个废物的女人，他会怎么样？那他恐怕在京城要沦为笑柄了。哼，走，跟过去。瑞儿，今日可是沈小姐的及笄之礼，你跟沈小姐是陛下赐婚。等会儿过去了，一定给她好好庆祝庆祝。可是娘，孩儿与那沈小姐并不熟识，又如何能跟她成婚啊？傻孩子，这个沈小姐出身高贵，还知书达理，你见了肯定会喜欢的。怎么说的？娘跟沈小姐好像很熟识一样。我都是听人说的。时候不早了，你快去吧。哦，那我去了。刚走。哎，对了，前几日我们回宫的时候，听说状元就是太子的事，没有走漏风声吧？陛下，臣妾里里外外都交代过了。再说瑞儿离宫的时候才6岁，现在她长这么大了，肯定不会有人认出来的。朕心里总有种莫名的不安，这好像把什么重要的人给忘了。为什么我总觉得有人跟着我？难不成是错觉？瑞儿，真是瑞儿，你看到了没有？看见了。一晃多年，太子殿下长大了。走，赶紧的去。太后，您忘了陛下和皇后之前怎么叮嘱的吗？他们在宫外穷养太子，咱们要是暴露了，可就不好了。都怪我那杀天刀的儿子！
害得我们祖孙分离这么多年，今日好不容易相见，却又不能相认，这可如何是好？给点吃的吧，行行好，行行好啊，行好，给点吃的吧。哀家有办法了。瑞儿，奶奶终于见到你了。哎呦，你说奶奶？你叫刘瑞，18岁，屁股上还有一个月牙状的红色胎记，对不对？你真是我奶奶？怎么我爹娘没提起过你呢？奶奶，你们为什么会在京城？我知道了，一定是爹爹后来不在京城抬轿子了，去云城种地。云城路途遥远，所以把您搁置在这儿。抬轿子种地，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对，抬轿子，奶奶身体不好，只能跟你方姑姑留在京城了。你们这些年是怎么过的呀？你给这解释解释怎么过的？捡垃圾啊，捡垃圾为生。这些年真是委屈你了，还好孙儿现在已经入朝当官了，下个月就发俸禄，1个月10两银子呢。什么？10两银子？10两银子就把他高兴成这样？你说你之前过的是什么苦日子呀？奶奶开心。奶奶，我等会儿要去国公馆参加沈小姐的及笄之礼，要不你们先回去，晚上等我回来，咱们再好好叙叙旧。去国公馆啊？皇上给你赐婚的事儿，奶奶也听说了。这未来的孙媳妇儿，奶奶一定要见见。奶奶跟你一起去。行，走。今天算是走到狗屎运了，竟然拿这么好的东西换咱们的乞丐服。这有钱人的生活真是有意思。第一次见孙媳妇儿空着手像什么话？要不我们现在去买？瑞儿，奶奶，我忽然想起，昨天捡的垃圾还没来得及卖，我们去就回啊，去就回。奶奶，这里这么的远，怎么会让一个弱女子拿这么多东西啊？哎，我来帮你。谢谢，公子。我还有事，就先走了。今天真是谢谢你。怎么才回来？磨磨蹭蹭的，快到前厅去，明儿小姐等急了。好。沈姐姐，今日是你的及笄之日，妹妹在这里恭喜姐姐了。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，还有我的。各位今日能来就好，还不赶紧给各位小姐看茶？可是我让你看茶呢，没听到啊？姐姐，您喝茶。贱人，想烫死本小姐！哎呀，小姐，您的衣服，这可是上好的蜀锦，是夫人为了今日的及笄之礼，提前半年让人特意定制的，这可怎么办？你个贱人，我看你就是故意的，你就是想让云儿当众出丑。不是这样的，我没有，还狡辩，看本小姐不抽死你！小心！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多谢公子。沈清，看不出来啊，你平日里一副清纯模样，私底下还是个会勾引男人的贱货。长姐，我没有。够了，他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先是无缘无故的殴打他，接着又不分青红皂白的在这辱骂他。无缘无故？本小姐乃是国公府的嫡女，她一个庶女，在这连狗都不如。本小姐想怎么对她就怎么对她，在我大齐嫡庶皆平等，给她道歉。哼，你让我女儿给她道歉，你是哪里冒出来的狗东西？
竟敢在这里教训我的女儿！下官翰林院世昭刘瑞。哎，去，哪来的臭乞丐？这里是国公府，想进去白吃白喝啊？哼，我家主子是来找孙子的，顺便参加你家小姐的结姬之礼，你可别不识抬举。哼，哟，还主子？请帖呢？拿来我瞧瞧。请柬我是没有，这个你给我看清楚了。哼。快去禀告国公大人，快！下官翰林院世昭刘瑞。原来他就是星河天。小姐，他就是那个刘瑞。你来干什么？下官听闻国公馆沈小姐及笄之礼，特此前来恭贺。本小姐的及笄之礼与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就是沈云沈小姐。瑞儿，奶奶回来了。孙媳妇在哪儿呢？让我看看。就是她。孙媳妇儿，快让奶奶好好瞧瞧。哪来的乞丐，也敢碰本小姐，脏死了！你怎么能如此对待我奶奶？你说什么？你自己是个九品芝麻小官也就罢了，你奶奶现在还是个乞丐。这刘瑞啊，长得倒是一表人才，只可惜不仅官职小，家境还如此不堪。没错，沈云嫁给他，就像一朵花插在了牛粪上。不过你们今儿来了也好，省得麻烦我再跑一趟。诸位，陛下前些日子将我赐婚给了新科状元刘瑞，今日本小姐就在此宣布，我国公府要退婚。你说什么？你是年纪大了耳朵聋了？本小姐说要退婚。再怎么说奶奶也是长辈，你怎么能对长辈如此无礼？什么长辈？她也配？刘瑞，我知道你舍不得退这门婚事，毕竟像你这种癞蛤蟆很难有这种吃天鹅肉的机会。只可惜呀，我们国公府不是你这种出身高攀得起的。识相的话，就赶紧同意退婚。这桩婚事是陛下亲自赐下的，岂是你说退就退的？你就不怕陛下知道了，降罪于你们吗？实话告诉你们，本小姐早有婚约在身，就算陛下知道了，也不会怪罪。婚约？本少爷就是沈小姐的未来夫君。是你？这位是？在下乃是新任翰林院编修赵景恒。他莫非就是丞相大人的侄子赵景恒赵公子？这位赵公子不仅家世显赫，而且年纪轻轻就担任编修一职，简直前途无量啊！你科举榜上无名，如何进得了这翰林院？如何担得了这编修？你当人人都是你啊？只能靠寒窗苦读才能入朝为士，而像我这种进朝为官，那简直就是易如反掌。刘瑞，见到本官，也就是你的顶头上司，还不速速给我跪一个？还不速速跪下来行礼？不肯跪啊！刘瑞，藐视上司，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罪名？你官职只大我2级，在大齐官职大3级以上者，才需下跪行礼。下官拜见编修大人。刘瑞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跟本官玩文字游戏？实话告诉你吧，我和沈小姐并无婚约在身，她只是瞧不上你罢了，对吧，沈小姐？没错，所以识相呢，你就赶紧退婚，我国公府还可以放你条生路。你要是对本小姐死缠烂打，我会让你死得很惨。这刘瑞好歹是个新科状元，不仅被当众退婚，还被如此羞辱，简直笑死人了。那也是他不自量力，也不想想自己的出身。真以为仗着陛下赐婚，沈云就会嫁给他吗？死缠烂打，你也未免太高看自己了。你看不上我，同样我也瞧不上你。不用你今天去说，我今日自会请求陛下亲旨退婚。说什么？奶奶，我们走。哼，走？我们凭什么走？你，还有你们算哪棵葱，敢如此欺负我孙子？
还有你，算哪根葱？竟敢如此欺负我孙子！哼，今日幸亏我来了，不然还看不到你的面目。如果我孙儿真的娶了你这样的人，那才真是我刘家家门不幸。你敢羞辱本小姐？今日羞辱的就是你！就你这副德行，给我孙子提鞋你都不配！行了，奶奶。瑞儿，放心，今日奶奶定会给你讨回公道，让这些欺负你的人全都付出代价。真是笑死我了！像你们这种卑贱之人，还想让我们付出代价？哼！别以为你孙子考上状元就了不起了，在我们国公府面前，你们就是区区蝼蚁。没错，不只是我，在场的都是京城有头有脸的贵女。你但凡能找出一个愿意嫁给他这个九品芝麻小官的，我沈云就立刻跪下，给他赔礼道歉。你们有谁愿意吗？你们真的没有人愿意吗？司老太婆，你还没有认清楚现实啊，还拿你这个孙子当香饽饽呢。我愿意。老爷出事了！出了什么事儿啊？慌慌张张的。今日是云儿的结节之礼，那边办的一切可还好啊？老爷，您先看看这个。这拐杖的主人呢？好像去参加大小姐的结集之礼去了。快，带齐人手，准备接驾。好，是。我愿意。小贱蹄子，你失心疯了，胳膊肘往外拐，竟然愿意嫁给他？刘公子今日帮我2次，再加上他一表人才，学识过人，所以我愿意。好啊，贱人，你今日就是故意来气本小姐的。哼，不过也是，刘家一介寒门，你嫁过去，喂喂猪种种地，不刚好都是你擅长的吗？这位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可真有眼光啊！她叫沈清，是我们国公府最上不了台面的庶女。你们老刘家呀，是捡到宝了。我们刘家本就出身不一，从不以人的出身论长短。今日我就做主，把你嫁给我们瑞儿，还不快把我给孙媳妇准备的礼物拿出来！我还以为是什么东西呢，一个破麻袋，这里头装的十有八九就是垃圾吧？臭死了！赶紧把这垃圾给我丢出去！刘瑞啊，刘瑞，你奶奶还真是可笑啊，居然拿一包垃圾来当见面礼！这莫非是万里江山图？这至少价值10万两。还有这个，这可是上好的琉璃花瓶，我之前在珍宝斋见过，那可是镇店之宝啊！这刘瑞不是出身寒门吗？怎么会有这么值钱的东西？奶奶，这些……瑞儿，你放心，今日之事交与奶奶。什么万里江山图，什么琉璃花瓶，这一看就是假货！你也不拿脑子好好想想啊！如果这是真的，随便一件那都是万金难求。他刘家还好意思去做一个乞丐？好啊，刘瑞，今日是本小姐的及笄之礼，你奶奶带着这些假货过来，该不会一开始就打算送给本小姐吧？幸亏我们给你们提前退了亲，要是让人知道家里有假货，岂不是要让京城宣贵人家笑死？哼！你竟敢毁了我的礼物！我们今天不仅要毁了你们这些假货，还要连你们一块收拾！来人呐！把他们3个还有这个贱货给我丢出去！你竟敢让他们抓我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不管你是谁，区区乞丐罢了，赶紧给我动手！好，我这就告诉你我的真实身份，我乃当今微臣接驾来迟，请太后娘娘恕罪。
参见太后。参见太后。太后，现在就告诉你我的真实身份，我乃当今……哎呦，我娘岁数大了，你怎么来了？她脑子不好使啊，我们先走。哎呀，哎呀，跟我们走。给本小姐站住！算了，走了就走了，正好清静。沈清那个贱人，就让她嫁给刘瑞。当陛下问起，我们就说他们两个私奔，把锅甩在他们头上。母亲说的极是。爷爷，你怎么来了？还有，你刚才说什么？太后？没错，刚才有没有见到太后娘娘？你那意思是太后来了孙女的生辰宴？没有看见啊。不应该呀。那你刚才有没有见到奇怪的陌生人？尤其是位老妇人。老妇人？难道说……老妇人？爷爷，这老妇人刚才确实有，但绝对不可能是太后。你是如何确定的？那老太婆就是个乞丐，这太后金尊玉贵，如何也不可能穿一身破补丁衣服，还背个麻袋吧？说的也是，难不成是太后刚好路过，没有进来？记住，从今日起，但凡遇见可疑之人，一定要向我禀告。放心吧。哎呀，母后，没有朕的允许，你为什么私自去见瑞儿啊？哀家就是要见孙子，怎么地吧？哀家又没有暴露身份，你们为什么不让我见？这是什么啊？万里江山图！哎呀，这么多翡翠镯子，这么多珠宝，你说，你是要把京城所有的奇珍异宝全都一窝端吗？哀家这不是第一次见孙媳妇儿，想给她留个好印象啊。你留什么好印象啊？你别说瑞儿那么聪明的孩子，就是一个脑子笨的，他也能看出来问题所在啊。幸亏朕突然想到把你给忘了，要不然全露馅了。别光说我了，哀家还有事儿要问你呢。瑞儿明明是新科状元，却只做了个小小的九品芝麻官，而那个什么狗屁赵景恒名落孙山，却成了翰林院的编修。你说这合适吗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赵景恒是翰林院的编修？这不可能啊！在我大齐，只有身有功名的人才能入朝为士。他赵景恒身无功名，他凭什么是翰林院的编修啊？陛下，老奴今日也在场，太后所言千真万确。其实太后并没有打算暴露身份，为此还不惜和乞丐换了衣服。实在是那赵景恒与国公府的沈小姐欺人太甚，不仅当众悔婚，还对太子殿下百般羞辱。您真的错怪太后了。岂有此理！我大齐的官场是什么？是他自己家吗？母后，儿子错了，辜负了您一片苦心。这还差不多。还有，今日要不是哀家，你哪儿去找那么好的儿媳妇儿？母后，你说的是那个跟着一块回来的沈小姐？没错，就是她。可是这个沈小姐，臣妾之前并不了解，她和瑞儿真的合适吗？哀家活了一辈子，看人的眼光不会错。如果你们不信，那你们自己去瞧瞧。沈小姐，你手上怎么这么多伤啊？我在家中是庶女，嫡姐平日里只要心情不好，就会不分青红皂白对我打骂。我这还算好的，
起码能够吃口饱饭。还有很多像我一样的庶女，在这深宅大院里，可能死了都没人知道。难道就因为是庶出，就活该卑微，屈居于他人之下吗？这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？所以刘公子，我很能理解你的心情。我们明明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仅仅只是因为出身不好，便要遭到百般羞辱。我曾经就想过，倘若有一天我有能力了，我一定要改变这一切，让更多同我一般的女子不再受苦。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的。哎，怎样？哀家的眼光没错吧？这位沈小姐，当真是个好姑娘，倒是有几分你年轻时候的样子。看着柔柔弱弱。不仅如此，我还看出咱们瑞儿对她也有心思。如果来日成为皇后，母仪天下，那才真是全天下女子的福气。太后，你们快看！哎呦！你们继续，你们继续。没看见，没看见。爹，等一下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好，那你们先进去。先进去。我们进去。瑞儿，你今天受了很大的委屈，爹都知道。但是，作为一个大男人、大丈夫，这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？爹，我在意的并不是自己受委屈，而是最近发生了很多事，让我看到了以前没有看到的一些东西。大齐如今算得上太平盛世，可是少了公平，又怎么能称作是盛世呢？话虽如此，可在这个乱世当中，我们要学会和共同尘呐，要接受那些规则，你才能明哲保身。你愿意选择这样做吗？恰恰相反，孩儿想改变这一切。你想怎么做？最近发生的这些事，桩桩件件都和丞相有关联。孩儿想状告当今丞相赵佶，清除奸臣，清君侧。瑞儿，这会有危险。孩儿不怕。瑞儿放心，只要你愿意做，爹永远在背后支持你。你是什么？大早上在此击鼓鸣冤？大人，他就是那个新科状元被封了九品官的刘瑞。我当是谁？原来是你。说，你有何冤情？要状告何人？我要状告当今丞相赵佶，卖官鬻爵，党同伐异。大哥的棋艺果然精湛，弟弟实在是佩服。那个刘瑞最近怎么样了？说到这事，大伯父还是您厉害啊！上次在国公府，他知晓我成了编修，当场脸就黑了。这次绝对能够让他彻底明白，他一个蝼蚁真的就斗不过我们。听说你在他手上把国公府的嫡女给抢走了，这件事干得不错。在你俩成亲之后，对我在朝堂上也大有注意。多谢大伯父夸奖。大人，大事不好！慌慌张张的，成何体统？
就是那个新科状元刘瑞，他去应天府击鼓鸣冤，状告你卖官鬻爵，党同伐异。你说什么？这个刘瑞，他好大的胆子！他一个毫无背景的寒门，竟然敢状告当今丞相！大哥，区区一个翰林院代诏，不足为虑。你只需跟应天府尹招呼一声，让他解决便可。之前参您的那个王御史，不就是个例子吗？你懂什么？他要是上书弹劾，我只要动动嘴，那弹劾的奏本就会到我的手上。如今他去应天府击鼓，这情况就不一样了。这有什么不一样？无知！你们好好想想，那么多百姓，告的又是当朝的宰相，还不弄得满城风雨，要不了几日就会传入陛下的耳中。唉，到时候想要糊弄过去就麻烦了。大伯父，那这可怎么办呀？您身为当朝丞相，总不至于要和他刘瑞对簿公堂吧？哼，事到如今，只能先下手为强。大哥，您的意思是？只要告状的人消失了，这案子便不了了之。大伯父，还是您高明。这事儿不如就交给侄儿我来办，我保证一定将这件事办得漂漂亮亮。好，这件事就交给你来处理。刘瑞啊刘瑞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偏来。这次我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是。奶奶呢？怎么没见奶奶回来？你奶奶啊，住不惯咱们这么好的房子，回乡下茅屋了。这怎么行啊？我去接奶奶回来。等一下，瑞儿，其实你奶奶走是去操办你和沈小姐的婚事去了。操办婚事？爹娘，我跟庆儿商量过了，咱们家呢条件有限，我们婚事就一切从简，大家一起吃顿饭就成。是啊，只要能和瑞郎在一起，我就已经很知足了。你爹我呀，倒是想一切从简，奈何你奶奶死活不同意。不过过不了几个时日啊，咱们也不用再装了，能告诉你一切了啊。伪装？告诉我什么？哼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多吃点菜。来，爹娘，你们一定有事瞒着我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没有，你想多了。一定有。没事儿。什么声音？快出去看看。刘瑞，没想到吧？我们这么快就又见面了。是你，赵景恒，你大晚上带这么多人进我家干什么？我做什么？哼！刘瑞，你胆大包天，竟然敢去应天府击鼓鸣冤，状告我的大伯父，你还好意思问我要做什么？不过，只要你愿意去应天府收回状纸，并且承认是你蓄意诬告，辞官回乡，本公子可以留你一条狗命。否则，你还有你们这群刁民，全都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天子脚下，朗朗乾坤。赵景恒，你我同为朝廷官员。外人私闯民宅，意图草菅人命，还有没有王法？王法，在这京城，我赵家就是王法。哼，
刘瑞，即便你们这些刁民全都死了，又有谁会知道？我再问你最后一次，你去还是不去？不去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也没有必要再和你多说废话。所有人听令，给我放火，收死他们！哎，快跟我走，快进屋，快走！升堂，威武！丞相大人，劳您大驾，您还亲自到这里一趟。不打紧，既然有人击鼓鸣冤状告本丞相，那本相即使公务再繁忙，肯定是要来，这样才算公平嘛。是，丞相大人说的是。还不快抬把椅子过来！啊，请。那些人都死透了吧？放心吧，大伯父，昨天夜里是我亲自放的火，外面没有动静，我才走的。人绝对一定死得透透的。你做的不错，等风声过去，我就给你升官。多谢大伯父。都这个时辰了，那个原告刘瑞为何还没到堂啊？府尹大人，小的已经派人去传唤过了，只是没有找到人。府尹大人，按大齐律例，凡原告不到场者，一律按败诉处置。说的不错，等这炷香烧完，如果刘瑞还不到，就立刻结案。由于原告刘瑞至今未到，本官宣布。慢着！由于原告刘瑞至今未到，本官宣布。慢着！刘瑞，你怎么？我怎么了？你是说我不是应该死了，甚至葬身火海吗？可惜失算了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谁来救救我！爹，这是……我早有准备，快，时间不多了，快进去！静儿，你开什么玩笑？你是死是活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要是得罪了丞相，我这无声帽可不保啊！事到如今，只能先收拾了这个刘瑞。大胆刘瑞，亦可治罪！大胆刘瑞，亦可治罪！下官不知所犯何罪，还请大人明示。今日升堂，无缘无故姗姗来迟，而且还让丞相大人和本官在此久等，还说不知道自己所犯何罪，你把我大齐朝堂的威严置于何地？回大人，今日升堂时间为戌时3刻，我来的刚刚好，烛台里的蜡烛尚未燃尽，如何说我来迟？你还敢狡辩？既然大人说我狡辩，那么下官便辩上一辩。今日审案，我为原告，而丞相大人为被告，我大齐的朝堂哪有原告站着，被告坐着的道理？哼！老夫身体有恙，府尹大人体恤老夫素来辛劳，抬个椅子坐下等待。你既然有意见，那本相不做也罢。如今人已到齐，府尹大人升堂吧。刘瑞，本官问你，状告丞相状纸所列名目，可有证据？回大人，他便是证据。回大人，他
便是正义。刘瑞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按照我大齐律法，身有功名者才可以入朝为士，而赵景恒身无功名，却能成为翰林院编修，整个翰林院人人皆知。他能进翰林院，皆是出自丞相赵佶之手。正是如此，没错。定有猫腻之事，说的随便就能进，岂有此理！我们寒窗苦读10余载，也未必能高中某个一官半职。没错，就算有朝一日高中，也不过像刘瑞一样当个9品官。而他赵景恒呢，仗着和丞相的关系，一入仕就是编修职位，哼，简直寒了天下学子的心。这种事情早就见怪不怪了，也就刘瑞有这种胆识，敢戳破这层窗户纸。就是刘瑞，支持你，支持刘瑞，出去！丞相，刘瑞说的不错，景恒能进入翰林院，确实是本官所为。看，他承认了。哼，你们急什么？本相话还没说完呢。在大齐的确是没有功名不能入朝为士，但还有一条规定，只要对国家有突出贡献者，便能破格录用。臣不知他有何突出贡献。把证据呈上来。诸位，这些书册都是我的侄儿赵景恒在云城读书期间所写，其中不乏治国理政，甚至还有发明创造，足以证明我侄儿的才能和抱负。丞相破格录用，有何不可？说的好像有点道理啊，这不是不行吧？对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刘瑞，你还有何异议？回大人，书中几篇内容我曾读过，这几本书是出自于几位同窗之手，断然不可能是赵景恒所写，是他偷窃他人文章据为己有。刘瑞，这些都是你的猜测，在公堂上说的那是证据。恳请大人将这几位寒门同窗请入朝堂来证明。我看这就没有必要了吧，这离云城至少需要3天的路程。没有问题。说来也巧，你口中的这些寒门学子，这几日正好在本相的丞相府里做客。还人证。刚你口中所说，可是他们？回大人，是。本官问你们，刚才刘瑞说那些文章乃是出自你们之手，此事可当真？你们怎么不说话呀？这里是应天府，你们有什么冤屈都可以大胆说出来的。回大人，那文章……回大人，那文章的确是出自赵编修之手。是啊，大人，我们就是一读书人，怎么才能写出这种振聋发聩之文章啊？那些文章的确是出自赵编修之手啊！你们身为读书人，竟然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文章被剽窃，都这样了，还要无动于衷吗？大胆刘瑞，事到如今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大人，大人，我大伯父身为当朝丞相，居人善任，一心为了朝廷，可现在却因为有人嫉妒，害得他名节受损。若不严惩，日后人人效仿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大人说的不错，来人，不，刘瑞，你确实有几分魄力和胆量，但是你找错了对象。在这京城，甚至是大齐，就算它是黑的，本相也能把它变成白的。和本丞相作对，你也配？哼！赵佶，你枉为人臣，你等我！我知道你不服气，想去找证据，可是府尹大人是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。赵景恒，
多行不义必自毙，你躲得了初一，躲不了15的。你还是太天真了。我有赵家撑腰，而你背后有谁呢？难不成还是当今圣上吗？你这次啊，死定了！皇上驾到！皇上驾到！啊，这陛下怎么会到这里？大哥，这都不知道，肯定是陛下听说有人胆大包天，诬告于你，这是替你做主来了啊！都还愣着干嘛？还不快接驾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刘瑞，你完蛋了！我大伯父辅佐陛下这么多年，难不成你以为陛下会向着你？说不定等下陛下就让你推出午门，斩首示众。起来吧，谢陛下。爹，爹，娘，陛下，你怎么了？皇后，咱们这么多年的努力，真的没有白费。咱们现在的瑞儿，已经是一个能堪大任、合格的太子，不，甚至是帝王。谁说不是呢？瑞儿马上前去状告丞相，丞相真是了解的。隐藏在我身边这么多年，证明他城府极深。仅凭瑞儿，肯定不行。是时候该给他找一个帮手了。帮手？现在上哪儿去找帮手？就是我。太好了，我盼了10几年，终于盼到这一天了。刘瑞，你现在就算叫爹叫娘也没用了，陛下他已……你不是刘瑞他爹吗？你不是刘瑞他爹吗？大胆刁民！你居然敢身穿黄袍冒充陛下，还不赶紧给我滚下来！混账东西！陛下面前你怎敢胡言乱语？大伯，我说你搞错了吧？他怎么可能是陛下？他明明就是刘瑞的爹呀！大哥，此人我在元城见过，他确实是刘瑞他爹呀。听说陛下最近身体有恙，听说是去民间培养太子，难道是……哎呀，你们怎么不早点说？陛下，微臣错了。丞相，何错之有啊？微臣身为当朝丞相，对家人管教不力，致使微臣的弟弟和侄子在盐城胡作非为，微臣有对家人管教不力之罪。只是管教不严之罪吗？朕今天坐在这儿，只是旁观而已。既然原告是翰林院侍诏刘瑞，朕倒想听听他自己怎么说。是陛下，是陛下。你们两个刚才所说这个文章，乃是赵景恒所写，没错吧？没错。那就奇怪了，这书中所写的家乡是锦州，而赵景恒是土生土长的云城人，
陛下面前你们还要骗人吗？陛下恕罪，实在是丞相仗着权势，威逼利诱我们，我们才不得不把自己的文章贡献给赵景恒啊！是啊，陛下，我们出一篇文章实属不易，若非迫不得已，我们也不想轻易拱手相让啊！哎呀，陛下恕罪，陛下恕罪！你们，丞相大人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陛下，臣对这个事毫不知情啊！陛下，一定是他们两个打着臣的幌子，胁迫他人，臣也是受害者呀！你们两个，今儿我要是完了，你们就死定了！今天这事儿，你们要给老子担下！陛下，此事确是下官所为，与丞相无关呐，陛下。你说这一切与你无关，那昨夜是谁指使赵景恒带人去我家放火烧我全家的？是我，跟我大伯父没有任何关系。刘瑞，这些都是我跟你的私人恩怨，跟我大伯父没有任何关系啊。那你听听他怎么说。是丞相赵佶指使赵景恒杀人灭口，当初交代的时候，曹明也在。丞相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微臣，来人，将这3人拿下，罢黜官职，打入天牢，听候发落。哼，走。微臣参见陛下。月儿，这里只有咱们父子2人，你又何必如此呢？因为微臣实在不知，到底该叫你爹，还是该叫您陛下。月儿，爹并非是故意瞒着你，但实在是迫不得已啊。您是陛下，何来什么迫不得已？臣妾让你早点跟瑞儿说，你倒好，一直拖到现在。臣妾看瑞儿跟你断绝父子关系了，你可怎么办？现在只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宣旨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朕登基30载，自负勤政爱民，却纵容丞相等奸逆之臣大行其道，实在是辜负了天下万民。特发此诏书，将朝廷一切交给太子刘瑞来管，钦此。月儿，我将天下都交给你，这样，爹还是那个种地的爹，这不能算爹在骗你了吧？就儿子这点本事，这么大的江山肯定打理不好，还得跟您再多学习几年再说。这样才对嘛，父子之间哪有什么隔夜仇？对了，青儿呢？我怎么没见到他人？他知道这件事吗？傻孩子，明日就是你大婚，当然是让他先回府中备婚。至于真相，等明日你接亲的时候不就知道了？哦，对了，奶，皇祖母他人呢？哎呀，你皇祖母在安国公府受了委屈，现在就想报仇雪恨呢，一会儿就见着他了。好了，云儿，你只是运气不好，这谁能想到丞相会被陛下罢免了官职，还连带着那个赵景恒也跟着锒铛入狱。不过还好，你还没有嫁过去，咱们也没有什么损失啊。哪有什么用？吉吉之礼上，女儿当众说与他有婚约在身，如今女儿只怕都要被笑话死了。对了，我可听说太子殿下就要回宫了，云儿，你可一定要抓住机会啊！太子殿下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傻呀！这满城贵女，有几个地位容貌在你之上的？
所以你可要好好把握住机会，没准将来呀还能母仪天下呢。娘，你说的对，什么狗屁赵景恒，能够嫁给太子，才真是风光无限。沈清，区区一个寒门都能让你迫不及待成这样，你是有多缺男人啊？刘瑞正直，是个值得托付终身之人。他的父母也是不可多得的好人，我不后悔自己做的决定。死鸭子嘴硬，等你嫁过去你就知道了。哎，刘家来人了！刘家来人了！来人就来人，你激动什么？瞧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！怎么样，迎亲队伍是不是特别寒酸？那个刘瑞该不会是驾着牛车来的吧？那还用说，就他家那个生活条件，还有他那点微薄的俸禄，别说马车，恐怕是租都租不起。不用牛车，难道还让新娘子走回刘家不成？不，迎亲的队伍从街头排到了巷尾，十里红妆壮观的不得了。这怎么可能？刘家那么穷还十里红妆，你眼睛没出问题吧？夫人，小姐，您不信可以出去看看。走。这不是说刘家穷的都揭不开锅了吗？这怎么有钱弄这么大排场？我是来接青儿的。站住！站住！刘瑞，你们刘家不仅穷，还好面子，为了这迎亲队伍，只怕是到处筹了不少钱吧？死要面子活受罪，你嫁过去是要替他还债的。还债是不存在的。这次成婚呢，也是按照标准的规格礼制走的。说起来还要感谢沈小姐当日退婚的大恩，不然我也不会遇到青儿这么好的女子。呸！刘瑞，本小姐当真是给你脸了。这里好歹是国公府，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东西，也敢在本小姐面前蹬鼻子上脸？就是，还什么规矩礼制的？哼，你以为自己是当朝太子？大婚还讲究这些牌面？哼，娘，这个刘瑞当众给女儿难堪，你要替女儿做主啊！来人，把他给我绑了！我看谁敢动我孙子！还哀家，你一个乞丐老太婆，以为自己穿的人模狗样的就能当成太后啊？我知道了，你们今天这么大的阵仗，说到底就是过来显摆来了。只可惜这垃圾终究是垃圾而已。方诺，给我掌嘴！是。哼。你个死老太婆，我跟你拼了！住手！微臣参见太后。太后千岁千岁千千岁！太后千岁千岁千千岁！爷爷，你是说她是太后？那岂不是说她是太子殿下？安国公，你教女有方，不过不是这个女人，是青儿。今日哀家是跟太子一起接亲来了。沈清竟然成了太子妃！你真的是太子殿下？是。你不嫌弃我出身卑微，只是一个庶女？你不曾嫌弃我是个寒门，我自然不会嫌弃你是个庶女。我们还要白头到老，相伴一生。